美西方炒作的俄军入侵乌克兰的2月16号已过，但俄军不仅未发一枪一弹，还公布了更多的撤军视频证据。但西方却拒绝承认俄方撤军。除了美国总统拜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控还有15万俄军包围乌克兰，还有匿名官员宣称俄方继续向俄乌边境增兵。周三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的声明还表示，北约仍将致力于用所谓双重办法应对俄罗斯，及强大的威慑和防御，以及开放性的对话。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周三连续2天宣布，部分俄军结束演习后返回驻地，演习地点分别位于俄南部的俄乌边境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俄军也公布了多段撤军视频，包括坦克等装备被装运上军列，以及火车通过克里米亚大桥的情况。但周三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期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没有发现俄乌局势降级的证据，俄罗斯似乎正在继续增兵。他还表示，北约考虑在中欧和东南欧部署更多作战部队，已要求成员国军方制定相应计划。几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北约可能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派遣4支作战部队，总人数大概4000人。Ministers decided to develop options for further strengthen NATO's deterrence and defense.Including to consider establishing new NATO battle group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坚称没有看到俄罗斯撤军的行动，而美方继总统拜登周二表示尚未证实俄军撤离，并宣称俄军继续在俄乌边境部署了15万部队后，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表示，美国继续看到俄罗斯关键部队向乌克兰东部边境移动，而不是远离乌克兰。布林肯指责俄罗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没有看到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撤军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同日也表示，尽管俄罗斯发表了关于从边境撤军的声明，但美国对围绕乌克兰局势的担忧丝毫未减，俄罗斯随时可能袭击乌克兰。We've said for some time now that we are in a window where Putin could order an invasion or an attack on Ukraine at a moment's notice.That remains our assessment. I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 It could take place next week. So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Our concern has not diminished an iota. And in fact, our concern continues to grow. 还有美国匿名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等媒体，俄军不仅没有撤军，反而向边境增调了7000人，其中一部分人在2月16号抵达边境。从这一系列的舆论攻势，我们看到，实际上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有很深刻的这种政治偏见和这个意识形态的分歧，充分体现出来他们之间相互是极其缺乏信任的。对于美西方持续炒作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表示，西方的歇斯底里远未达到最高峰，但是俄罗斯已经厌倦了西方的这些言论。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也表示，西方持续渲染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令人不解，而且俄罗斯在演习结束后将军队撤回驻地，西方却向俄罗斯索要证据，要求检查俄军撤离的情况，这是缺乏教养的表现。Что бы мы ни делали на сво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Запад считает себя вправе втолковывать нам, как мы должны себя вести. Но это элементар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воспитани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表示，中方支持一切符合新明斯克协议方向和精神的努力，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空气，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鼓吹集团对抗、挥舞制裁大棒，只会给对话谈判增添阻力。美方应当重视并解决俄方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正当合理关切，为各方在新明斯克协议基础上寻求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炒作渲染危机，刺激局势紧张。在美西方的战争预期操弄下，美国被认为成为俄乌紧张局势最大的受益者。乌克兰戈尔丹纽瓦新闻网周三称，西方的策略奏效了，美国对俄发动了一场混合战争，动员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来支持乌克兰和反对普京。波罗的海3国、波兰、捷克等国都同意对乌提供武器。欧洲的亲俄阵线已经被突破。意大利新闻报的报道则称，拜登不断以制裁威胁、披露情报和部署部队的形式强力威慑普京，拜登一步一步重振了北约。
俄罗斯《生意人报》周二称，拜登通过威胁普京，迫使这个潜在的侵略者从乌克兰退却，从而把世界从第3次世界大战中解救出来。对此，不仅整个西方世界都要感谢拜登，而且在俄乌危机的背景下，美元汇率迅速上升，各国资本纷纷逃往美国，投资者还纷纷买入此前没人愿意买的美国国债。所以，文章结论是，乌克兰危机将不止一次地挽救拜登、美国经济以及美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他这个美国国内，疫情很蔓延，仍然得不到控制。同时，这个拜登上来之后，他的政绩也一般的情况之下，叫嚣这个乌克兰危机，实际上就转移了很多国内的注意力，把对于减弱了对于拜登执政当中不足的一些关注。所以，对于拜登来讲，我觉得，对他中期选举也是有利的。欧洲则是这次俄乌紧张局势的受害方。荷兰人民报周三称，美国关于可能发生战争的声明正在引发欧洲恐慌，资金大量外流，油气价格高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陷入困境。这些都是在俄罗斯没有开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大的受害者则是乌克兰。据乌克兰真理报网站称，由于恐慌，乌克兰富豪们纷纷乘坐私人飞机飞往国外。据统计，在福布斯乌克兰富豪榜上排名前100位的富豪，只剩下4人留在国内。乌克兰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周二批评西方媒体散播所谓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虚假消息。他表示，由此造成的恐慌令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大损失。из Америки, из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то есть самые такие, 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вид, что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и нас разрушают и уничтожают,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а война выгодна только Америке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Она не выгодна ни России, ни Украине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周三，德国总理舒尔茨与美国总统拜登就乌克兰局势进行通话。舒尔茨向拜登介绍了其莫斯科、基辅的行程相关情况。此前，舒尔茨曾前往华盛顿与拜登会面，磋商乌克兰相关问题，但在北溪2号问题上，德美分歧明显。周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最新走向。法德领导人会在会议上通报各自此前与乌俄双方会谈的内容。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7国集团正打算本周末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紧急外长会议，就当前乌克兰局势展开磋商。未来来看呢，还有许多隐患，尤其就是我说的，其实所有这些矛盾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欧洲的这个安全架构没有解决，安全秩序没有解决，所以下一步欧洲举办这个会议，我觉得都会谈到这个欧洲的安全问题。好，现在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在俄罗斯表示已经从俄乌边境开始撤军的同时，美国与北约却声称俄罗斯不仅没有撤兵，反而在增兵，并且包围乌克兰的15万俄军已经进入作战位置。那对此您怎么看？我认为，假如美国与北约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俄罗斯是增兵而不是撤兵，那至少意味着：第一，假如普京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当前的俄乌局势不仅未见缓和，而且比几天前形势更加严峻了。第二，它意味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欧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谈判并没有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对于乌克兰为缓解紧张局势所做出的承诺与保证，普京并没有收获，所以他要将对乌克兰以及西方的极限施压战术玩到底。那么第三，假如美国与北约所言属实，那也说明在现代战争环境下，尤其是在卫星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除了掌握兵权者的人心难以琢磨之外，一个国家的军事动向在太阳底下已经不再是秘密。当然了，假如美国与北约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只能再度说明，唯恐天下不乱，只怕俄罗斯不进攻乌克兰，并且想乱中取利的，恰恰是美国与北约。美方，尤其是拜登本人，想通过莫须有的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件事情，来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也就是想通过成功阻止了并不存在的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件事情，
来扭转不久前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给自己与民主党带来的颓势，以在接下来中期选举中避免成为跛脚鸭。